今天的视频可能会有点长，咱们聊点有深度的东西，往祖坟上跑。我们与别人到底有什么不同？拿美国举例，它的所谓的三权分立，限制的是谁的权利，而保护的又是谁的权利？有人天真的以为限制了总统的权利，那保护的就一定是人民，大错特错。这个三权分立在宣传上是为了让权力不那么肆无忌惮，但其实它是为了永享权力。今天的关键词两个：门阀和乡绅。门阀掌握权力，乡绅共享资源，这个模式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，这不就是我国古代王朝的治理方式吗？而为什么换了一个词，很多人就觉得高大上了呢？三权分立。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，三权分立，总统的权利被限制了，但谁的权利是永恒的？议员老爷们。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，说的是人民的财产吗？人民手里掌握多少财产？他保护的是乡绅的财产，放到美国，富商的财产。在中国古代，不需要治理人民，笼络好门阀世家，皇权就能巩固；维护好乡绅的财产，基层就不会出乱子。我们把这套体系带入到当今的美国，甚至是整个西方一样的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很多事儿只有我们能做，只有我们能修那么多高铁，只有我们能修那么多高速公路。高铁的作用大家已经能看得到了吧？它可以带动一个市甚至一个省的经济，但是高铁本身是不挣钱的。所以这件事放到西方，你让哪个乡绅去承建高铁，谁建谁赔钱，哪怕这件事儿于国家有利也没用。所以这就是本质，于乡绅无利的事儿，他们是没有动力去做的，也没有能力去做。整个西方社会就是中国古代王朝的那套模式一模一样。提出三权分立这个模式的议员老爷们的后代，现在还是议员或者是富商，他们不在乎哪个总统上来，哪个总统上来都行，谁上来都离不开门阀与乡绅的支持，因为整个社会的资源是掌握在这两拨人手里的。除了翻译的不同，门阀世家翻译成政治家族，乡绅翻译成资本家，他们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？一样的。这些人你可以得罪一部分，但必须得成就另一部分。得罪了乡绅 A， 你就必须得让乡绅 B 得到好处。至于想摆脱乡绅，对不起，那得流血，那是不可能的。这个事儿叫革命。门阀他只可能革另外一个门阀的命，乡绅他也只可能革另外一个乡绅的命，他不可能革自己阶层的命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依然强大，美国的社会经济总量依然庞大，但是它就是在走下坡路。明末崇祯只需要几百万两白银就能打几个大仗，但国库没钱，管大臣借不出来。中国古代的大臣那可都是门阀世家，手底下乡绅无数，科举考上来的哪有什么寒门贵子，都是乡绅供出来的。就这么循环个几百年，整个朝堂哪有跟门阀跟乡绅没关系的人？崇祯管这些人借钱借不出来，因为直接损害了自己家族的利益。李自成进京抄出来7000万两，他们不是不知道不拿钱大明有可能会亡，他们是知道拿了钱我的家族当时就没，因为我在朝堂上有政敌，我拿出来钱了，后边不知道有多少事跟着呢。而王朝更迭了，换个主子的事儿呗，你万一他不杀我呢？谁来了不也得靠乡绅统治国家吗？所以为什么大明有钱，但崇祯借不出来？理解了这些，你就能明白为什么美国依然强大，但却在走向没落。其他大国一样，只要经济命脉不掌握在国家手里，逃不出这个规律。所以别跟我扯什么制度的先进性，我就可以明确的告诉你，当今社会中国的制度就是最先进的。时长有限，没法说太细，只举一个例子，不管你住在多偏远的山村，只要你的孩子考上了大学，邮政就一定会把大学录取通知书送到你的家里。这趟线儿它不挣钱，但是也必须得送，因为这个村儿不归乡绅管，归国家管。不管发生什么自然灾害，我们的救灾力度是尽全力的，甚至会派出军队。这在由门阀乡绅治理的国家
是不可想象的，因为这是错的。你凭什么派军队到我这儿来？而在中国，面对自然灾害时，我们最希望听到的声音就是解放军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在中国，你不管在哪里，那儿不是哪个乡绅、哪个门阀的势力范围，那儿归国家管。